大家好，我是戴主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2024 Mazda 2。是的，你没有看错，你也没有听错，在2024年 Burmaz Motor 还在卖这一款 B7 Hatchback， 从泰国 CBU 整装进口的 Mazda 2 Hatchback 跟 Sedan 从108,670块起。所以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进入试驾片段，给大家看看这台车子在2024年还有些什么样的竞争力。所以马来西亚的日系 B7 来看，它是唯一一个不在马来西亚本土 CKD 本地组装的。Honda City Hatchback 在马六甲组装，这个 Yaris 也是在 Selangor 组装，然后这个 Nissan Almera 也是在这个 KL 组装，所以在马来西亚，如果你要卖一个 B7， 你不在马来西亚本土 CKD 组装，你就会没有掉这个价格优势。虽然我们从泰国进口，的这个 ASEAN 的 tax 也是比较低了的，但它还是会比较贵，因为毕竟不是在马来西亚本土生产。那它这个价钱有多尴尬呢？首先，它跟我上一次介绍的 CX3 1.5 Liter Plus 只相差了7000多块。就这个车子再加7000块，你就可以拿得到这个 CX3 1.5 Liter Plus。那你多给这个7000块了，你可以从一个 B7 Hatchback 变成一个 B7 SUV。再来呢，那个 CX3，它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 这个还是用 USB 的 Apple CarPlay。然后那个 CX3 它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Rear Cross Traffic Alert、Lane Departure Warning。这个 Smart City Brake Support 就是所谓的 AEB 自动紧急刹车系统，它有这些东西，只要给多7000块。而这个 Mazda 2， 我上述讲的东西拢无，全部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种处境。除非你真的很喜欢 Mazda 2，你不介意上述这些东西，然后你觉得7000块省起来可以，不知道换更好的大压还是做更好的事情等等。因为108,670块，说实话，跟这个 City Hatchback EHEV 相差不远。那比它便宜的 Yaris 设备也比它多很多 ，City 的动力等等都是强过它的啦。我指的是1.5 Liter Hybrid 的。那首先这个 Mazda 2它用的还是1.5 Liter Skyactiv G 汽油引擎，搭配 Skyactiv Drive 的 6AT 6速自动变速箱，不是 CVT。不是 CVT 啊！你可以用排挡杆这边去上下调整，它就是介于 Automatic Gearbox 跟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之间的这种感觉。你也可以 Downshift 5号牙、4号牙、3号牙踩 Upshift。它的这个 Pedal Shifter 换挡的速度啊，整个节奏感就是 Automatic Gearbox， 不是 CVT 那种模拟夹的，所以这个 6-speed Automatic Gearbox 是它跟其他对手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是一个优势啦，至少它还可以提供给你这种换挡的驾驶感。再来 Mazda 2提供114个 horsepower 跟149个 Nm， 就跟 CX3 1.5 Liter 一样的动力数据，但是车重是1085公斤。比 CX3 1.5 Liter 轻了168公斤。我驾了几天过后，我的油耗数据是1个 Liter 能够走11.5公里。那1个 Liter 能够走11.5公里，没有在特地加慢慢啦，因为它毕竟也没有什么 Eco Mode 啊，省油模式，就是either是 Normal Mode，either 是 Sport Mode， 拉高 RPM 踩。Cornering 方面啊，因为这个车子是有 GVC Plus。Torque Vectoring 有点难解释啦，如果你不了解什么叫 Torque Vectoring， 总之就是在这个 B7 里面能够给到你 Torque Vectoring 的车子少之又少，就是当你在入弯的时候啊，它可以去降低某个轮子的 Torque， 然后出弯的时候它很顺，整个车子的 Body Roll 在回升的那一刻，它不会有过多不必要的摇晃。你看，一个怎么讲，很柔顺、很人马一体的这种驾驶感，即便它的动力不是很够啦，你就把一个 corner 来讲，你就会 feel 到这个车子虽然它是一个2014年就亮相的车子，可是从2014年你放到来2024年，它的这个底盘的扎实度、它刚强，然后整个 steering 的转向力度、精准度等等，
也绝对不会逊色于2024年新款的 B segment hatchback。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轮胎尺寸啊，18560R16真的是有一点，就是很明显是为了省油或者是为了节省成本等等。因为我始终觉得16寸不可以用185啦 ，Come on，16寸哦 ，Come on，16 inch 哦，在安哥小时候那个年代啊。15寸是19555R15，然后上到16都要20545R16，至少买195，OK。那关于内饰的部分，就帮大家复习一下2024 Mazda 2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先来 Start Engine，OK。So 这一块萤幕呢是6寸 ，CX3 是7寸，所以6寸呢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萤幕。有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不过都是 USB， 不是 wireless 的。然后在方向盘上面有 Pedal Shifter 换挡拨片，还有独立的按钮接电话、盖电话，还有 Cruise Control， 不是 ACC 啊，是普通的 Cruise Control， 它都有给你。然后质感方面就跟之前的 Mazda 2一样，用了这种好像奥坎塔拉这样子的雪材质，红色缝线，还有这种红色的 pattern， 但是它不是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它是 Handbrake 传统的手刹车。然后在这个冷气 air vent 里面有红色的边框等等，就看起来比较 sporty 的感觉。我觉得它赢过对手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有旋钮，同级的日系对手没有人可以提供给你独立的旋钮，你可以一键去到 Spotify， 一键去到 Google Map， 还有独立的音量大小等等，所以你手不一定要去 touchscreen， 这个东西是赢过他们。不过你说设备的话，我就吞一下口水。Reverse camera 没有360，没有 BSM、RCTA、LDW、AEB 这东西冚唪唥全部都没有，你一定要买到 CX3 1.5 liter plus 才有给你这些东西，只要多7000块。我要安哥这样一直在 repeat。So 后排乘坐空间的话，我觉得是中规中矩啦，因为本来2570mm 轴距的 B segment 就是这样子，然后头部空间刚刚好，要翘脚勉强可以，只是说它中间就没有这个冷气出风口，然后也没有扶手，所以就会有一点热啦。因为不过车厢也不短，所以我载2个孩子，我就把这个冷气对着后面开大大这样子，所以 OK 啦，做一点隔热膜，我觉得是 OK 的，可以接受的。然后还有60/40分离倾倒功能，可以把椅背放下来。那B segment 小车就是在这个轴距2570到2600左右，太长也不好，因为我就是要这样小辆的车而已。要大就去买更大辆的 Sedan Mazda 3或者是 CX-30 这样子的车。So 很难打啦，在2024年这个价钱，这个设备，即便材质已经比对手好很多，不过 spec 还是会输人家几条街。它还是有它那一些我们讲吃老本啊 ，Mazda 的老本 ，Sky Active 引擎 ，Sky Active Drive 变速箱 ，Sky Active Body 平台，这是 Mazda 的老本啊。就像 Mazda 6可以在市场上卖20年，20 years anniversary， 这是很可怕的。就是Accord Camry 已经换了3个 generation， 它还在那个 generation， 只是一直不断的在改款、升级、改款、升级、升级、升级、改款、升级这样子。So Mazda 2的情况也是这样子，但还是一样回到我开头讲的，马来西亚它没有价格优势，它在马来西亚厂商还是要追求利润，就是它如果有那个成本来生产车子，它生产CX-30 的利润，它生产 CX-5 的利润，它生产 CX-8 的利润肯定是高过 Mazda 2。我的结论就是虽然我自己目前现在有一辆 CX-8 6 车 SUV，我还有一辆这个 Tesla Model 3 All-Wheel Drive 电动车，但我其实目前每一天我最喜欢开的车，我开了最自在、最适合在 Klang Valley塞车走停，甚至有时候走一点 highway 隔一点车，我还是最喜欢我的 Ford Fiesta 1.0 liter EcoBoost。我的那个 Fiesta 是 1.0 liter 3 cylinder 的 Turbo Dry Clutch DCT， 我觉得这个 powertrain 放在一个 B segment hatchback 是 perfect。那辆车子我忘记买多少年了，也是超过差不多10年这样子它还是很给的车子。能够跟它 fight 的就是 Polo，所以在马来西亚的市场我觉得 Mazda 2我觉得 Mazda 2的问题不是在于它贵坦白说，对我来讲啦，108,670块，甚至你卖到121,670块，
如果你有 Wireless CarPlay，Blind Spot Monitoring、Rear Cross Traffic Alert，有没有 ACC 有最好啦 ，CD 都有。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卖120千，甚至你卖130千啦，你给完这些 spec， 我可能会买，我会考虑，因为对我来讲，我还是需要一个这个尺寸的车。CX3 就有点不大不小，这样不上不下，然后车子又比较重，又比较吃油，对胎压的损耗也会比较大，这样子。我觉得这个 size is just fine, just good。因为我现在每一天早上，我或者我老婆，我们需要驾 CX 从Seri Kembangan驾去Kota Kemuning。如果你住在 KL， 你就懂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距离啦。你驾着一个1.6吨、1.7吨的车，一直这样走停，跟你驾一个1085公斤的车，哇，185、60、16寸赛车真是很爽的，就是不费力啊，要下车等等都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贵不是 Mazda 2的问题，它的问题是它卖这个价钱设备又不够。所以像我前面讲 Bermas Motor 就是要你用这辆车子 judge 了，直接去买 CX3，补多7000块 CX3 1.5 Liter Plus， 或者补多17000块 CX3 2.0 Liter Sky Active G， 那个设备几乎是完整了的啦。虽然没有 CX3 这么漂亮，不过 CX3 已经 good enough。作为日常代步工具的小车，你唯一一辆车子很够用了。OK，Mazda 2还是你家里还是需要一辆比较大一点点的车这样子。So 影片的最后，欢迎大家来友善的交流，理性的来讨论一下。反正这个车子，我相信追求的也不是 volume， 追求的也不是销量，追求的就是一种多一种选择啦，给马来西亚的消费者。So 我是戴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